的休假日被带出来了。我现在真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几乎所有的休假日的行程都是你帮忙规划的。我现在好像只有出国的时候才有办法看地图，然后帮他安排行程。在国内旅游就全部交给你了。我们这一次会跟蓉姐他们一家出游，然后2天1夜。然后我听你说是去 glamping 是不是？对，因为就是有带小喵，所以呢，他们夫妻俩呢又不能太辛苦，而且需要让小孩子感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美好。我们现在首先来吃中餐，中餐你们找的是龙门正港鸭肉羹，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北港的那个鸭肉羹，真的太远了。对，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些一样好吃或者是不一样风味，但是也是很好吃的鸭肉羹在附近。它这边卖的其实品相蛮多的哦，除了有鸭肉系列的鸭肉饭、鸭肉羹之外，还有一些海鲜粥啊，然后炒面、炒饭各种口味的。小喵还不能吃鸭肉羹，它只能吃米饼配奶。刚生完小孩，然后小孩刚养到1、2岁的时候，就觉得说哦，2宝差不多可以来了，因为东西都还记得。我觉得弟弟现在3岁半，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要2宝了耶。好像再来的话，我会从头开始，我好像会忘记那一些我经历过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一直说你已经不要2宝，所以2宝就是迟迟不来。乱讲，我前3年都很想要2宝，好不好？来了，米粉羹上来了，它就是鸭肉羹的那个羹汤，然后配上狗狗的米粉，还有你爱的笋丝是吗？损失，笋丝，损失。你如果离开我，就是你的损失。好烂哦！而且它这个鸭肉羹感觉很道地的地方是它旁边就附了这个一大盆辣椒，这个就是鸭肉羹的精华。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当然还有这个乌醋，一定要加够味。刚吃这个菜了，我觉得对鸭肉羹其实蛮有期待的，因为它把那个菜的锅香都有炒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哎。偏甜的口感，它锅气蛮香的，它的鸭肉偏少。我觉得已经够好吃了，它的鸭肉不会有那种肉的那种腥味，炒饭也相当的厉害。那炒饭是粒粒分明，然后锅气很够，好香哦！它有锅香，然后有酱香，很有层次的香味。我在查评价的时候，就有看到他们说这家是他吃过数1数2的炒饭。我想说，什么这么厉害吗？来吃吃看。怎么炒出这个味道？很好吃啊！它完全可以列入我的超级口袋名单。成功才是比较好吃。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1，所以很多店家都没有开。我还有查到一些面店，它也是礼拜1没有开，因为大家都说你没有吃过这几家面店，你不要说你自己是龙潭的老饕。所以结论就是，龙潭人星期一不在龙潭，还是会有很多店家有开，只是也有很多店家没有开。哇，谢谢你的废话。这间豆花店就装潢的蛮漂亮的，有一种文青感。它这边有很可爱的菜单。哇，你这个豆花这个料满满的，它的白玉看起来超大颗的。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的豆花虽然是可以加豆花的，可以加嫩仙草、黑糖当底，还有黑糖冰沙。我们有小孩，所以共识的话，如果我们要续的话，就要加10块钱。豆花冻很 Q， 然后它是桂花香，没有甜。它豆花的豆味蛮重的，它有点豆奶的感觉。龙潭很好吃哎，我没想到龙潭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好吃。等一下你们2个要多拍一点可爱的合照，可以吗？他点头哎。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跟这个一样，饱。我甚至没有续碗哦，因为我觉得真的好饱。它本身第1碗的料就很丰富了，然后我觉得它不止豆花和仙草好吃，它的配料都很好吃。我也吃好饱了，我也被这个豆花吃太多，也不再吃了。等一下，万一我吃不下该怎么办？它就在一个路边有这个很臭豆腐，真的很臭哎。这间很臭臭豆腐是你找的？就是大家说龙潭就是要吃这个啊。先等一下，我也觉得好臭。它的分量其实蛮大的哎，这样子1份70元，不错。但是因为呢，现在天气有点热，所以它有点热掉了。它不是酥脆的臭豆腐，发酵味很重，我觉得它不难吃，见仁见智喽。我自己这家普通。这个臭豆腐的调味我给过关。到了这个朋趣 glamping 的入口，里面是一区一区好可爱的露营车，然后外面还有这个装饰的车子，可以让大家拍拍照，很可爱耶。哇，我觉得它整体的全体大厅做的还不错。这位小朋友目前是午觉时间，你还会再睡吗？哥哥在睡觉哎，一起床，不是叫妈妈。哥哥，
它外面有一区是野餐区，他会拿食材给我们，我们在这边烤肉。今天我们跟姐姐一家就是一人睡一间。鞋子的话就是放在外面鞋柜的地方，它都有付给我们。然后怕下雨，它这边也是有提供雨伞。先看一下外面有一个吸带式的这种瓦斯炉，一个流理台洗水槽这样子，然后很重要的垃圾桶。桌子大概是6人座，旁边有一个 barbecue 的烤炉，然后这边还有电风扇，我觉得很完善呐，而且。如果下雨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棚子拉起来的，我觉得完全不会淋到雨。哇哦，里面是铺好的木地板呢，里面已经帮我们开好冷气了，非常的舒服。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太空舱的感觉，它其实就是露营车啦。然后我们今天总共有1张、2张、3、4。总共可以睡4个人的床，在露营车里面居然有免治马桶，然后还有分开的淋浴，这个太夸张了。这个甚至是一个浴缸，可以让小朋友在这边玩耍。然后里面的空间也是这样子花洒式的莲蓬头，我觉得很棒哎。虽然小小的，可是5脏俱全。这边的灯还是这种感应式、触控式，都做得非常有质感。吧台里面有附4罐水，然后还有咖啡机。里面的饮料是免费的吗？是吧？那它等于有8罐水，然后4罐饮料哦，很不错。我刚看到这个很可爱耶，它这个是一个油灯，可是里面都放我们要吃的饼干，好好笑哦。请公布一下我们这样子2间订的一个晚上价钱。因为这是刚好是我们在这个平日，然后它有指定的优惠，所以我们1间是5888，然后1博40。但是呢，超过3岁以上的小孩呢，要再加1600多元，所以等于是我们这一间房是7500多。这我觉得以 glamping 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可是它的公设好像蛮厉害的。对，主要是它的公设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我们赶快去开箱一下。这个不是业配，这是我们自己找的，觉得好像还不错啊，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以来做做看。我们原本还有看到有一些什么手作的课程，然后他可能要再加一些钱。我们不可能会这么早就出门，我们完全不可能。我们就是那种能睡就睡，我们行程就是有就好了。你带小孩出来，有一点点行程就可以了。这里去哪里？我们已经到露营车了，弟弟。不弟弟，你要保护形象，不能，不行。简单的开箱一下棚区的这个设施导览图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很明确的就是要你先去玩水，玩完水之后再来玩陆地。我们这次露营它要打叉叉，就是 VR 高尔夫体验，这个要另外收费。然后还有森林之王 KTV， 就是我们要唱歌的话要另外收费的。剩下的像是撞球、桌球室啊，还有喂鱼啊、推杆、法式滚球等等的，都不需要额外收钱。1博40，我刚才意识到40是哪40啊？哈？你不知道40是哪40？我不知道啊，我知道40胜于求变。我会讲话就不要讲。下午茶的部分在崩bar，我们现在过去看看。这间 bar 它有点像是给大人玩的，后面好像也是有一些给小朋友玩的，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它的下午茶还蛮有诚意的，它已经是一个简约的 buffet 了，然后有关东煮啊，还有一些披萨、吐司等等的，然后饮料也还蛮有诚意的，有4种饮料，然后咖啡、牛奶。我发现后面有人拿野餐篮，然后好像这边选完东西之后去草地野餐。我觉得它的东西都还蛮好吃的，就是东西都有做到位，然后水果也甜甜的。我们现在已经抵达这个游泳池了，非常的可爱。它甚至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滑水道，可是滑水道应该要12岁以上才能玩。然后这个泳池是开放到5点。旁边的这个童乐园超级可爱的，是小朋友在这边玩赛车，然后后面还有旋转木马、咖啡杯等等的。这个晚上都还有开，我们晚上再来玩。滑水道要满140公分，所以你可以玩。这是什么结论？我可以玩游泳池，我不喜欢滑水道。对，去吧，上面很热，你们在下面凉快吧。你要不要戴泳镜？不是戴泳镜的话。好，我们要来这边看爸爸玩滑水道喽。我觉得蛮小品的，就是这样子弯下来，然后躺着会比较快。然后但是它有规定140公分以上才可以玩，合理。如果带那种小5的小学生会玩得很开心。小喵，好玩吗？他不能玩那个东西。
他不能玩哦，都不能玩哦。提醒大家，3岁以上他开始加费是因为这些3岁才能玩。啊，可爱，拜拜。就那个我在 IG 上很常看到的，把那个沙包丢进去，这是一个比赛耶。这太难了吧？哎，进了耶！对啊。不要吵。背后这个景其实很漂亮，在这个 GR3X 的那个镜头底下很美。今天晚上会有星空电影院，今天会放《虫虫危机》。哇，我们今天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我选了一个猪跟一个牛。它这个是火锅还有烤肉都有吗？对，它是火烤2吃。总共一些葱花、酱料还有泡菜都很完整的放在这个盒子里面。旁边的 barbecue 已经帮我们插好瓦斯了，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帮我们用好了，我们只差烤这个动作而已。火锅的部分已经开始煮滚了，这个烤炉我们也成功点火了，准备来烤肉。然后我们刚好询问过，它这个战斧啊，它其实已经有腌制过了，所以它不会有烤肉，这样是正常的。虾子的话就是可以煮汤或者是烤都 OK。我不请把这个交了，因为我想要吃这个。哇，小小李已经吃第3块肉了，这个战斧它的调味其实蛮咸的哦。喜欢吗？喜欢这次的 outdoor 烤肉的感觉吗？太多蚊子，太多虫，还是比较适合在室内吧。吹着冷气，然后烤肉。是烧烤店的意思。对，我只要有肉跟啤酒，我就满足。谢谢，我们已经再次确认了，这个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看起来烤得不错哦，交给你了。你也是芋头系的吗？怎么样？它芋头怎么样？芋头就是要煮到外面烂烂的，然后里面你咬起来有一点点扎实的口感，不能那种整个很松，或者你咬起来里面是那种偏硬的，想要吐掉那种感觉。那样弄不行，不行，那不行。就是外面松松软软，里面咬起来有点扎实，这种感觉舒服的感觉。你有朋友读芋头系吗？目前没有，就我们两个。我是辅修啦，我是加工品系。哦，芋头加工品系。吃饱喝足之后，我们现在要去他的公社游戏室玩。在那个顺便来这边开箱一下他们的公社、健身房、同阅读、同乐室，还有森林之王。这边很明显是同阅读吧，就是里面是一个亲子阅读的空间。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球池区，你看妹妹想要进去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溜滑梯。好了。你跟大家介绍你拿什么？哦，保健哦。吃太多烤肉的话，可以来这边健身运动一下。来柜台接了一个小朋友和一个大人的，然后还有会送你一篮球哦。他这个高尔夫球就很可爱，直接弄过去给小朋友。我觉得可能是小学生，小学3、4年级左右就会玩得很开心了。然后还有不同的关卡，也是360度啊。然后到这边还有弹珠台啊，一个高尔夫球台。然后还有这边很可爱的一些高尔夫趣味型的童趣的。哇，飞出来了，很厉害哦，算是爆发力很强哎。哎，谢谢隔壁豆。你看那个很好。哎，很厉害啊，这果然是天分的问题。大家晚安，我们要睡觉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就要睡觉了。等早上再起来工作吧，拜拜，大家晚安。谢谢你帮我今天做结局哦，晚安。今天最后的行程，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崩坝，我们有最后一餐的泡面来吃。小小李已经先跟大家说晚安了啊、好，快我们的时间了。好，等等，好，谢谢哦。你干嘛那个色眯眯的眼？哇，原本要说晚安了，但我后来觉得这个很值得来录一下。它的泡面不是自己泡，是会帮我们煮好有5种口味可以选。然后感觉会加一些调味料啊、配菜等等的，还蛮有诚意的，我觉得很棒。这个宵夜虽然说它只是一碗泡面，可是它真的是很认真的一个宵夜。而且谁会把泡面煮成这么好看？我们自己在家里泡也不会泡得那么好看。而且它还有附我最喜欢的贡丸，很棒哎！我觉得这个泡面是有诚意的。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零食，为的不就是等孩子们睡着的那一刻吗？结果那姐姐跟姐夫重看不重用，已经去睡了。我昨天才轮完大夜，晚上12点下班，今天陪小小李冲了一整天，最后他终于睡了。如果之前的话，我就直接原地断电，我连坐在这边讲话的机会都没有。对啊，你
你之前真的很夸张哎，我想要跟你有一点什么互动的，什么互动都没有。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体力最差的是他们2个人。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机场要轮班嘛，我自己下班了之后又要处理自媒体的事情，假日又要陪小孩出去爬照。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的生活真是24小时都被塞满满。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会有点疲惫的感觉。每天这样子排程被轰炸，然后过了35岁之后，就觉得体力有点受不了。但是我其实说真的，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航空是我很喜欢的事情，做自媒体也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平衡之间，我真的要好好的拿捏一下那个时间。我之前很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吞 B 群，或者是我就是每天2杯咖啡这样提升。但我觉得就算这样做了，你那个疲累感还是会在。但是除了能量补充之外，不然要用什么方法？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疲累一直在，它是一个累积的感觉。但是我最近发现这罐三得利有针对累积型疲惫设计的原配 SAB，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只补充能量，而是帮你把每天累积的疲惫都重新整理掉，靠的就是高浓度的虾红素跟维生素 E 的超强抗氧化力，就像每天有扫地机器人一样，帮你清理掉疲惫。不止这样子，它其实还有经典的芝麻明仪，会让你晚上有真的觉得休息到的感觉。透过睡眠的时间重整疲惫，让你恢复，才会醒来真的觉得哦睡饱了，不会好像睡了，但好像觉得自己白睡了。也就是说，原配 SAB 就是先针对累积的疲惫处理，找回好的恢复效率，同时提供良好的休息。这对我们每天排程很满，真的没有空好好休息的人，真的很赞。其实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直都有在吃芝麻明 EX， 我觉得效果一直以来都维持得很不错。但我最近换了这罐原配 SAB， 体感上又变不一样了。我吃了一阵子，发现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就是早上起来不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不会像以前一样到了下午就整个断电。现在的精神和体力可以维持更久。如果你也跟我一样1人当3人用，但是你也不想要因为体力的关系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光，你真的可以试试看这块原配 SAB， 帮自己重整疲惫。哦，难怪我有时候想说怎么有休息，但还是觉得疲惫到不行。原来是疲惫没有消除。不过你最近真的不一样，你现在是时间管理大师 Pro。以上的心得分享给大家，现在透过我们的专属优惠链接，1瓶就打85折，还送6天的增量包给大家。详细的资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看看。那我们就一起用原配 SAB 重整疲惫状态咯。大家晚安。早安。早安。你睡得还好吗？我睡得很好。好，可以起床跟弟弟继续玩了。弟弟，你准备好了继续玩了吗？一早起来神清气爽，你喜欢跟我们出来玩吗？喜欢吗？他现在1问3不知的年纪，但是看起来他是蛮喜欢的。喜欢吗？不管怎么样都要喜欢。一大早精神就这么好，体力就这么好，冲吧！好特别的一个复合式园区，我们早餐来到的是高尔夫球场这一栋，然后要到2楼去吃。我最喜欢去泰国饭店的早餐吃这种面，希望台湾的早餐可以跟进那种冬阴功汤。刚刚这样子绕了一圈，我觉得它的东西还蛮丰富的，有西式、中式，然后现煮的汤面台，然后还有现煮牛肉汤，然后还有新鲜的水果。其实好像只有这样子1排而已，但是我觉得东西还蛮齐全的。以豪华露营来讲的话，早餐给过。吃完早餐之后活力满满，我们现在要来排公社的赛车。右手边这里有一个有赛道的这个超跑，它要满120公分，不错哦。现在开车已经不需要我来帮忙了。你看妹妹，哥哥是不是很帅？他现在3岁半，已经很会坐这个遥控车了。蓉姐，这个是第一次你们带小喵出来这样子比较偏户外 outdoor 的旅程吗？你觉得吃的如何？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吃的很可以。哦，然后衣服的话，我觉得现在已经是4月中了，好热。住的部分你觉得呢？那我觉得这边还不错，因为我女儿一觉到天亮，睡很好。我觉得它的这个床跟其他的 glamping 比起来，它算是好睡的。那我觉得行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开车来，但是呢，你在这边就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你这个2天1夜的生活。感谢你们来参加，户外的行程是蛮不错的，就是不一定要露营。不说真的不知道你是体育老师可以户外完之后回饭店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还不
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露营我们应该要规划个3天2夜。因为这次真的就是我晚上12点下班，然后隔天一早就出发露营，然后一整天昨天看到的行程，然后到今天呢，我们12点退房之后，我4点半又要上班了。所以呢，像我这样子真的是一个人当3个人用的这种体力呢，这种疲惫感，我是真的觉得，因为我在吃那个原配 SAB， 所以让我整个人疲惫感没有那么重。然后呢，我整个睡眠的品质又很好，因为那个芝麻明 EX， 我觉得对我的睡眠就真蛮有帮助的。OK， 我觉得这次2天1夜的露营虽然稍显短，但是还是很充实，有一种觉得啊，我自己是时间把握到每一分每一刻的感觉。就说你现在是时间管理大师 Pro。今天开箱这间，我觉得自己在我心里其实有算到前3名哦。我每次都觉得每一次坐到露营车，一次更升级的感觉。这次再次开箱一间露营区给大家。